最烦的地方是什么？天气有点闷热。我觉得学校需要多做一些像是可以遮雨的路径。很多考试，这学期有一堂课是就是写信的，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丢给 AI 说，你可以帮我写一封我想要干嘛干嘛的信，感觉好像不太需要上课。所以你有做过这样子吗？有时候。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哥。今天我想了解一下台湾的教育体制以及 AI 会不会取代目前学习的东西。我们去问我母校的同学 ，Go。请问一下，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是叶之琪，我是吴凯若。读哪个系所？几年级的？我们都是民族系大二的。你们是大几的？大三。都是大三啊，快要毕业是不是？对。如果顺利的话。那肯定会顺利啊，这么美啊。我叫周鹏，我是思语系的。思语系几年级的？4年级。好，4年级。请问你刚刚从哪里来的？我刚从山上下来，刚考完期末考。请问你是读哪个系所？我是风管系的。几年级？1年级。那会常常翘课吗？会。1年级就会翘课了。完蛋了。我叫吴宇瑶，我叫叶哲卫。读政大哪个系所的？民族系。我也是民族系。都是1年级吗？大二。大二啊。那真的很大哎。哪里大？我怀疑你在偷臭。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对于当前的台湾教育体制有什么看法？会不会觉得现在学习的东西会被 AI 取代的？我觉得可能会，因为我们是蛮制式的教育，就是叫我们背，然后我们就背。但这些其实 AI 也可以背，对，所以就觉得可能还蛮容易被取代的，除非是那种真的很专业的。我觉得像是语言科系的话，就是像我们现在也知道 ChatGPT， 对，就是大家可能丢上去，然后翻译出来，它就可以换好几种不同形式的内容，对，所以我觉得类似语言科系可能蛮容易被取代的。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轻易被取代的，像是比较高技术的东西，或者是像是现在的护士啊，然后律师那种职业是比较不会被 AI 取代的。现在运用的范围就是比较多，像是统整。像你给他一篇论文，他就可以帮你整理出摘要，让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更快速，但是同时也会让我们丧失一些，就是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字句是很关键的，那他如果帮我们统整的时候去除掉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它的准确度会有一点缺乏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就是有些领域还是基本上是要靠人才有办法完成，就是 AI 比较死一点，我觉得。思辨能力吧，就是同样是一个理论，但是你要选择用什么角度去切入，就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东西是电脑不能帮你选择的。我在学的东西很容易被 AI 取代，真的吗？对啊，因为我是学俄文嘛，你俄罗斯人嘛。可是哪有俄文那么难啊？哪有可能被 AI 取代的？像那个就是我们。这学期有一堂课是那个 PCMO， 就是写信的，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丢给 AI 说，你可以帮我写一封我想要干嘛干嘛的信，然后就会写。真假的？对，所以就是感觉好像不太需要上课。所以你有做过这样子吗？有时候。老师就是这个人。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然后会想到什么样的办法去克服？可能就是在思考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有一点瓶颈的感觉，但是可能就是学校会有办讲座之类的，然后去听就可以比较大概知道说未来有哪一些道路可以去选。对，我在可能国中升高中这个阶段，课业难易程度差很多，所以一开始上高中的时候就很不能适应。后来是就是再花更多时间在读书，或者找补习啊，或者找家教这种，所以让我就是可以比较适应这种课业。我觉得常常都在遇到困难，可能跟小组一起协调啊，或者是跟组员一起
就是去把那个问题去解决。那团队要运作下去，就是会比较需要多沟通、多协调这样子。我其实刚刚想请问你在学习的过程有什么困难，然后怎么克服的？但好像你有 AI 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前几年都是认真写，用头脑写。那现在呢？现在就是快毕业了嘛，就是快。很多考试。你们觉得学校应该更注重培养哪一些的能力？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在已经读了很多书，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培养我们怎么去跟人沟通，就是如何要接轨到我们未来出社会。所以就如何在一个团队里面要怎么良好的跟其他组员还有跟上司沟通，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就看每个人吧，像我自己觉得就是有多元的能力，对于未来就是想要在职场中应该会比较吃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沟通，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是可以着重的点，所以学校可能可以在这方面去再进行更多的教学，而不是就是叫你小组讨论，然后老师就放你讨论而已。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讨论比较有效率。我觉得是要多教我们一些运用工具的能力。那像是刚刚讲 AI， 其实很多人现在是会用 ChatGPT， 可能就是丢几个关键字给他，但其实更多人不知道是他到底是怎么提取你想要的讯息给你，你要怎么喂他关键字之类的。我觉得应该是实作上面吧，就是学校的东西还是偏理论，就是我觉得可以多有一些让我们实际操作的机会，这样。请问一下，你觉得家庭教育跟学校的教育哪一个比较重要？家庭教育。为什么？我觉得学校可以教你知识，但是家庭教育可以教你思维方式，就像说你做人处事啊，然后你对待朋友的方式这样。对，我觉得是从家庭教育里面教育来的。我觉得家庭教育比较重要，因为在学校之后，就大家都已经长成一个既定的样子，所以你就很难去更改每个人就是自己内心的价值观或是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家庭教育比较重要，像是我自己就是家庭教育比较少的那种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前我家长都好像没有培育我各种能力，然后上了大学后就哇，大家不是会音乐啊，或者是大家外语能力都很好啊，这种以前我都没有受到过这种教育，所以我就觉得家庭教育是让我感觉到程度差最多的地方。我自己是觉得学校的教育比较多，因为可能像是我们进到大学，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回到家，那跟家里面的联系可能就没有以前这么的紧密。然后来到学校的话，还有跟朋友相处、跟老师他们之间相处的话，那种跟人际上面的沟通，我觉得是比较强烈一点的。家庭教育可能相对学校来说会比较重要，因为学校教的都是比较知识方面的东西，那家庭教育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观念上的就不一样，就价值观的部分这样。家庭的教育比较重要，是因为家庭教育比较注重是在培养个人的价值观的速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空有满腹理论，但是你可能这个人你的价值观就是不对，或者是你的基本的礼貌啊、态度什么都没有学好的话，那我觉得那你有那么多学问好像也没有。就是没有很重要，因为我也是政大的学生，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觉得不管是上课什么同学啊什么的作业，最烦的地方是什么？最烦的地方，我觉得有点闷热吧，天气有点闷热。对，我也觉得是天气，就是很容易下雨啊之类的，而且交通有一点点不方便。天气很烂，我觉得学校需要多做一些像是可以遮雨的路径，不然其实你像从我们正门到中院，基本上路上一定要淋到雨。很感谢你们今天帮我们接受采访。以上是我们今天采访的内容。喜欢我的节目，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叫博哥，下一季我们一起博个蛋。原来这样子，请问你是台湾哪里的人？高雄。所以高雄都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吗？应该是吧？是吧？好，那我就应该赶快这个夏天去高雄旅游吧。请问一下你现在你等一下要去哪里？我等一下回家。回家？对。干嘛？你要跟我回家？有哪一些东西在学校就学不到的？
跟别人怎么吵架吧。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现在开始越来越热，但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是因为有2个辣妹站在我旁边。我们以后会放你们的 IG 在下面，可以吗？没关系。哎，我可以。太好，谢谢。